就我在高雄当兵，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反正当兵大家都在喇叭嘛，那如果听那个上兵在那边喇叭那就这样，因为很无聊啊，整天他妈就聊。那他是做生意的那全营区他开的车最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那个灯丘这样子，好，就开个奥迪的车啦很高级的车这样。好，然后他是做生意的，好像说是因为要躲债，是不是？然后他跑来当兵之类，有没有？反正当兵就是这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然后他做什么生意？他就在新崛江卖包包，批包包来卖，然后他底下管好几个店面。我有特别问他就是做生意的事情，我多了解一点。他说是寄卖，就是人家服饰店门口他就能拿一杆，然后就挂满包包，让人家放在门口卖。有卖的话，就是有客人要买，然后店家跑出来介绍，好，那介绍完以后有卖，他就给店家抽，就用这种方式。他管了6家还是7家吧，就是这样通路寄卖。然后他很忙的他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时常要搞一些假或者什么就是要处理生意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他一个礼拜可以卖500个包包就是这样卖，然后就有赚到钱，然后要躲债，然后签字愿意之类有没的。好，总之就是有这些故事。新崛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你在那边卖东西你也不用开发票啊所以以前就是你东西有潮，很像西门町那年轻人有喜欢，你就把它搬到那边卖，你放着都会卖新崛江以前就是这种等级。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新崛江是真的很热闹，那是约会的圣地啊，约哪不知道，先约新崛江然后吃的喝的珍奶鸡排通通都有，还有一个电影院嘛，好像叫奥斯卡，是不是？那现在那个电影院也建商在整合了。高雄在地人闲聊，新崛江没落20年，房价跌回2年前，3大原因揭露真相，未来还有救吗？先说结论这3个原因是新崛江没落的关键。第一个，商圈转移；第二，消费形态改变；第三，天灾不断。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男生喜欢的装潢电竞房，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新崛江怎么了这次我们来讲新崛江。如果你是高雄人，你一定有逛过新崛江就算你不是高雄人，你一定也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都不怎么提到新崛江了？真的要提都是提中央公园都不会提新崛江了，连新闻报道都少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这次就是要来跟你讨论新崛江当初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它当初是怎么发迹，又为什么会没落。最后也来聊一下对当地房地产的影响。那如果你也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话，热闹的时代的话，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你的看法那就我跟你一起讨论。好，那在讲新崛江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下说崛江这2个字是怎么来的它当然是源于日治时期的地名嘛叫崛江顶。当时的崛江所指的地点并不是我们现在常常提的五福2路上的新崛江就不是，而是位于五福4路上的崛江市场，也就是以前的旧崛江通常那边一整个人家都称，老人家都叫哈马县哈马星滨县那滨就是那个横滨的滨，滨县，因为以前日治时期那边跑火车嘛。而旧崛江市场的热络是从日治时期就开始了。来，这一张就是当时的崛江商场。那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靠近高雄港，那就变成高雄重要的港口水货及舶来品的集散地，就走私啦那个走私的香烟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买过，然后这走私可以买看就这样。所以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旧崛江市场也成为当时高雄非常重要的商业潮流中心。除了散发着浓厚的异国情调以外，也是当时流行的集散地。而1980年以后，随着高雄行政中心及商业重心的北移，再加上大型百货公司的崛起，就让旧崛江逐渐变成没落。直到1995年10月29号，大同百货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延烧了20多个小时。它很厉害它虽然没有造成民众的伤亡这么大的恶火居然没有民众伤亡但是它后续造成的损失过于庞大，也直接让这个大同百货就走向衰败。
并且让大同百货直接废弃10年。而在1997年，也就是大同百货火灾后的2年，当时崛江商场的总经理刘义甫先生，配合高雄市政府的改造计划，将原本依附大同百货外延的新兴商圈整体重塑，才形成现在你所知道的新崛江商圈。然后讲一下为什么他会加一个新的字，而不是沿用原本的崛江市场，或是直接取一个新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刘义甫总经理认为崛江这个词对高雄人来讲，已经跟新潮、舶来品这2个字已经做上连结了。就像是说我们一讲到可乐，我们就会连结到肥宅跟快乐水一样，所以他就直接加上一个新字，好跟原本的崛江市场做出区隔。所以你看那个行业大佬也是很厉害，我们行销在讲的符号学，人家在1997年就知道不只有概念还付诸实行了。好，那当初新崛江的设计是参照哪边？是参照了台北西门町的万年模式、万年商场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不是我乱讲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李明聪认为新崛江商场应该是参照了台北的西门町，并仿照当时闻名全台的西门町万年模式，就是台北西门町那么成功，我们要怎样？直接抄抄就对了。抄什么？就把空间设计搬过来呀。你有没有去逛过以前的新崛江？走进去很多一排排小店嘛，当然现在都没落了，你觉得很恐怖，但是以前真的热闹过。我大学的时候那万年以前也是这样啊，也是里面都是小店，然后也有公共的厕所然后也有冷气可以吹像东海万年模型也还在嘛，就是这样，空间设计直接搬过来，变成说里面有众多的商铺，但它又不是百货公司这样。好，这种做法有没有成效？无疑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不然我们就不会听过新崛江这名字啦。那他们设立商场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理想，他们居然特别去审核商家，就是你要进来，我不是随便让你进来，如果你有犯罪的前科，或是你这公司有债务的问题，有跳过票，那就是直接拒绝往来。所以当初能进去的商家在财务的体制上都很厉害，那也会限制项目类似的店家数量，例如说服饰店最多只能开几间这样，当然保证的是这个商场的生命力跟多样性，然后里面有 85% 都是卖舶来品这个你要先记得这等一下会考。那另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很有效，跟大众对于原本的大同百货有移情作用，消费者也就开始陆续转移到新崛江去逛街，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变热闹起来了。想当然呢，这电影院跟手摇跟吃的喝的陆陆续续就开了起来，还有各种的流行服饰跟小吃店，让新崛江变成一个高雄年轻人不可不去的地方。在全盛时期，新崛江晚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周末甚至都挤到快走不动，非常非常的热闹了热闹到什么程度？热闹到半夜你想吃鸡排你都还买得到。你不要想说这很常见我们讲的是2000年前，也就是民国89年以前的事情，25年前。那时候台湾的治安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况且还是高雄，到处都是黑道横行、鱼肉乡民掳人抢劫什么的新闻时常发生。所以鸡排敢开到半夜就代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而且警察都在保护那个地方。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新崛江会没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新崛江那么强的话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搞得大家也都不太去了。很多朋友会把直接原因就归结到房东身上，例如你看这篇新闻你看标题就好，新崛江黄金店面月租 26.9 万，当地人气炸，不食人间烟火。就是在说这些无良房东明明你租也租不出去，你还是执意要开高价，然后毁掉这个新崛江商圈，然后让新崛江变得很没落这样。但我判断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以下几个原因所造成的。来，第一，商圈转移，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发展重心早就从南高雄往北高雄发展了，所以人潮也很自然而然的往哪边过去？往巨蛋商圈、汉神巨蛋，还有我之前很常提到的富邦凹子底 BOT 案这类的百货商场，都陆陆续续盖在北高雄。然后瑞丰夜市从很热闹变成超级热闹，变成一个观光胜地，
商圈转移，消费者就跑过去了。第二，消费形态的改变。这个就是《三体》这本小说里面讲的毁灭你与你何干。也不是有人故意要把新崛江整个弄烂，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新崛江转型转不过去，转得太慢，莫名其妙就被干掉了。我们刚才有讲新崛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有 85% 的商家都卖舶来品以现代的话来讲叫做海外代购嘛，对不对？好，这就是个问题咯。台湾电商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雅虎奇摩拍卖。那雅虎奇摩拍卖成立的时间是2001年，然后电商就慢慢的进入大众的视野，而这件事情对新崛江来讲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的卖点是什么？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日本的、美国的流行商品。那很多人开始做电商不都是从海外代购开始做的吗？就是去美国、日本、韩国来批衣服回来，然后放到雅虎奇摩拍卖上这样卖。好，那问题就来了，你一个实体商家，你有新崛江店租的压力跟库存的压力跟员工的薪水要发，那你要怎么卖的比电商还要便宜？那你的款式也不会比他们新，因为你是一段时间去批一次货，甚至是等目录来了才在那边挑。人家跑单帮了每个礼拜都飞日本、飞美国，直接就给你上架，卖的比你便宜，款式又比你新，要怎么赢？这就是消费形态的改变。第三点，天灾不断2014年发生了高雄气爆事件，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新崛江，但是也的确重挫了高雄的观光跟商圈生意。这个就很像现在的花莲，去年2024发生了花莲4.3大地震，结果今年又发生了台风灭村的新闻光复村。这几年的花莲观光应该都好不起来了。然后2020年发生了全国的3级警戒，叫新冠肺炎疫情，也重创了商圈经济，因为就封城因为减少外出，不能内用等等有的没的。这边也要补充一下，新冠疫情除了带来直接打击实体店面，而且是毁灭性的打击以外，它还带来一个潜在的影响是什么？它让中老年人也学会网购跟手机叫外卖就是那时候你不会用网络买东西或叫外卖叫吃的，你会非常麻烦。所以本来都只是去实体店面的人，他也都被迫学会上网买东西，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上网买东西怎么那么方便又便宜。那这又再打击了一次新崛江商圈，因为它之前的定位是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各种潮流商品或服饰，那这些东西以2020年的电商发展来说，已经变成没有什么是网络上买不到了，没有必要特别跑一趟新崛江。然后再加上商场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就比较陈旧，你现在去逛新崛江的体验并不好，所以我就待在家里用手机下单这样就可以了，造成新崛江商圈逐渐就没有人流。现在你要电商买不到的东西我犯法的东西不要讲，合法的应该只剩下烟酒，因为法规的东西你在网络上买不到而已。所以在这3重压力之下，新崛江的没落就变得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了。最后我们来讲新崛江的房市好吗？那毕竟我是房地产的频道还是要讲一下新崛江这边的房市状况。先说结论，不算差，因为它本来就是蛋黄中的蛋黄，但也很难更好。因为新崛江这边现在并没有什么厉害的重大建设，未来也只有民间的建商继续去盖新房子而已，没有提到一些会让这个地方整个拉高的一个重大建设或民间投资的需求。我们刚才也提到，商圈的人都转移去哪里？北高雄，然后南高雄还有一个叫梦时代，超大的呢，其实要逛一天真的是逛不完如果你慢慢逛的话，不是像我一样只是去吃饭吃完就走的那种，你真的要认真逛，每一间专柜都在逛，一天的时间真的不够。因为蛇丸也有去拍片嘛，拍那个他说他小时候也是逛那个梦时代真的很巨大，还有小朋友的游乐场这样。好，那这些体验都会比倔强商圈还要更棒尤其是带小孩的父母推着娃娃车，那在百货公司又有冷气又有干净的厕所可以用吃的喝的也是直接就地解决，又好停车。好，那整个就是让新倔强商圈又再受到一次打击，商圈的人潮都转移到北高雄，不然就梦时代南高雄，也就代表说当地商圈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少
就开店都开不起来啊，开了都会赔钱啊，赔了以后店面长期在找主啊，但还是标一个金店面，要开一个金店面的价格卖给你这样，所以变成说你就无法依靠商圈的这个 buff 来帮你抬高房价，甚至出现了房价下跌的状况，这是真的哦。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新崛江商圈房价跌回2年前，建商先整合潮，地价创新高。就是新崛江的地理位置哦，其实真的很优秀，很优秀。五福路嘛，那往右可以到文化中心，那往前直走亚洲新湾区，然后往左的话一直走又可以到盐城区，大利百货等等。对，它本来的发展就不该只是现在这样而已，而现在只是因为人家听到新崛江这个名字，他就觉得印象不好，就是前面房东讲的涨房租的新闻，然后商圈又萧条。那商圈没开几间店晚上看起来真的很恐怖，真的很怪啊！至少我去现场看我都很纳闷，这真的是我大学的时候逛的新崛江吗？怎么现在变成这样？所以大家对那边都兴趣缺缺。那现在就是有建商想要直接先排重来，重新整治一番，看能不能重返过往的王座这样。但是这个事情目前也还在放消息的阶段，未来会怎么样也还不知道。如果你想要追踪新崛江的后续进度，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后面如果有很强的消息的话，我一定会拍影片让你知道。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新崛江现在想要起死回生的话，要引入什么东西？ A. 把演唱会经济搬来这里。 B. 发展成二创与手作基地。 C. 直接开放成红灯区。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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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这个就我自己的经验就我在高雄当兵，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反正当兵大家都在喇叭嘛，那如果听那上兵在那边喇叭那就这样，因为很无聊啊整天他妈就聊。那他是做生意的那全营区他开的车最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那个灯丘这样子，好就开个奥迪的车啦很高级的车这样。好，然后他是做生意的，好像说是因为要躲债是不是然后他跑来当兵之类，有没有？反正当兵就是这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然后他做什么生意？他就在新崛江卖包包批包包来卖，然后他底下管好几个店面。我有特别问他就是做生意的事情我多了解一点，他说是寄卖，就是
人家服饰店门口他就能拿一杆，然后就挂满包包，让人家放在门口卖啊。有卖的话，就是有客人要买，然后店家跑出来介绍，好，那介绍完以后有卖，他就给店家抽，就用这种方式，他管了6家还是7家吧，就是这样通路寄卖。然后他很忙的他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时常要搞一些假或者什么了，就是要处理生意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他1个礼拜可以卖500个包包就是这样卖，然后就有赚到钱，然后要躲债，然后前职员役之类有没的。好，总之就是有这些故事。新崛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你在那边卖东西，你也不用开发票啊，所以以前就是你东西有潮，很像西门町，那年轻人有喜欢，你就把它搬到那边卖，你放着都会卖。新崛江以前就是这种等级。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新崛江是真的很热闹，那是约会的圣地啦，约哪不知道，先约新崛江然后吃的喝的珍奶鸡排通通都有，还有一个电影院嘛，好像叫奥斯卡是不是？那现在那个电影院也建商在整合了，以后会盖住宅，真的很热闹。然后像万年大楼的那个商业空间，我以前也去逛过，就是跟台北万年是很像，但是我觉得弯弯绕绕一个商圈的没落可以这么极致。有一个衰包我特别讲一下，就是现在你所看到在那边的叫英迪格酒店Indigo， 很高级的酒店，很贵英迪格酒店它那时候这样子那个时机点切进去，当然是看好新崛江商圈的发展嘛。结果他一切进去花大价钱装好，然后新崛江要开始落塞。好在这国外的连锁品牌酒店这个家大业大赔得起，不然如果换成台湾的中小企业去做一个投资，他就爆了呢。他一定赔很多钱，因为他买的时候，不管是买还是租都是在市场行情的高点。结果后来人呢，就是直接等于被抽干，就这样。新崛江没落他偏偏又在市中心。那现在我们在讲新崛江，很少会讲新崛江了，我们都在讲什么？讲中央公园，也就是它对面的那个中央公园。为什么？因为中央公园它怎么样？它有很多的那个活动圣诞也会办晚会，也会摆市集或者是干嘛，然后动不动会有音乐会，真的是动不动那个动不动已经到快每2周就会有一次然后那个活动一办起来的话人山人海，那个你开车骑车从五福路你要右转，你根本转不过去，尤其是公车就塞在那边，因为庞大的人潮就要过斑马线就是这样。好，然后在新崛江斜对面的那个大停车场永信建设给它标下来，所以我说那边就是大家在看的未来会怎么样？大家连建商在那边推案，也不是说什么繁华的新崛江，都是说中央公园绿地生活，就变成这样。新崛江真的是有点居了。然后那边的房地产方式我个人认为是不错了，但是你说以后要更好，还有没有什么人来猛烈的抬高？有一个重大建设，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你看新复发民生真爱、民生1号院，跟现在正在推的预售案叫中山博悦，其实他们就是吃这个中央公园商圈就是这样他有跟你讲新崛江吗？没有新崛江晚上你去看真的夸张恐怖，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真的跟我大学的时候都不起来呢。以前我大学跟女朋友约会就是去新崛江，怎么你现在跟人家约会，你跟人家约新崛江，人家就觉得说你想干嘛？这个差别非常的大，很夸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商圈的衰败可以变成这样。那对啦，很夸张新崛江。那新崛江现在就是民间建商都在提案都在盖这些案子，以新复发规模最大，会带进人潮。你说要靠这个新复发永信建设来拉动当地的房地产的房价，是已经在拉了但是你要让新崛江透过这些人口的进驻，然后要重返荣光，我看也难。我看也是超难的。那个商圈一旦没落往往都是不可逆的。目前台湾就是那个西门町西门町也没落过，现在又爬回来了那原则上西门町这种东西运气不可复制。新崛江的商圈就要看大同集团的大地主在那边有没有什么计划想要做，不然真的是他就卡在一个都市的蛋黄区，然后就在那边就站着茅坑不拉屎就对了。新崛江商圈继续烂下去，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就看看啦。至少我自己自产东想西想就是新湾区美术馆农16有谁自产会瞄准新崛江去自产？还好吧，很少吧，只有工作在那边的人会这样子想而已吧。那我们后续就持续关注吧，看看新崛江。新崛江的区位其实蛮不错，它是中央公园捷运站嘛，
所以说以捷运来说，中央公园再往上走一站，往北走就到美丽岛站美丽岛那美丽岛的话又变得可以东西向沟通了就最远可以去到那个大寮凤山那边都可以，然后往西的话又可以到西子湾，然后美丽岛再往上走一站就是高雄车站。高雄车站现在也有自己的招商计划，跟市地70一起重划嘛，高雄车站嘛。然后再往北走的话，就到后义后义再往北走的话，就到凹子底富邦 BOT， 汉森三馆。所以说目前看起来要把人扯开，从新崛江的，如果新崛江是有一批消费者的话，现在看起来是把他们扯到北高雄去逛街的力道比较大。没有看到新崛江有做什么事情把人扯回这个新崛江，就这样吧，我们持续观察。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